上一集节目解答了湿疹相关的各种疑问，并纠正了许多误区。这一集我们将会继续深入探讨湿疹的治疗方案，包括中西医治疗方法、食疗建议和外敷方案。此外，还会分享选择润肤霜的要点，并听取患者的真实故事。哇，宋医师，请问这个是什么名堂？是汤？我们是可以说茶，也可以说汤。我们这是消风止痒汤。这个食材都非常安全。第一个就是茯苓，茯苓有健脾化湿的作用。那我们再加一个叫土茯苓，土茯苓有健脾化湿解毒。然后我们用一点生地，这个生地方是凉血解毒，并且它可以滋润皮肤，就皮肤有斑啊、黑斑啊、风沫、湿疹都有好处。都可以。那这个常见的是金银花，金银花就是清热解毒。这是马齿苋，它有清热解毒化湿。那这些药我们综合呢，就有消风止痒的作用。为什么呢？它就是清热化湿、凉血解毒。那这些药做的时候，我们中医一定要放点大枣或者姜。这次我们没有放姜。大家没想到，红枣本身就抗过敏。你每天煮5个红枣，你的风沫就不见了。我有嘞。对，大枣里面有个非常强的抗过敏作用，所以我就把它混在里面。这个汤做法是怎么样？传统的做法就是把药每个都10克10克，对吗？大枣用5枚，我们就放到煎药锅里，先洗一下，加水，像我们做米饭一样，那水高过药材2横指，可以先用大火改中火，煮25分钟，第一煎就出来了。那药渣再煎25分钟，又出第2煎，你混合起来1天可以喝2次嘛。味道怎么样？它苦，不过它的苦不是说到很像苦瓜的那种苦，这种苦可以接受的。甘甜的，对，还蛮好。第一口下去是有点苦涩，但吓到是有有点回甘。哦，还好有那个红枣，对吗？对，红枣很香。如果我们比较喜欢那个红枣，可以放多一点。可以啊，但是它有一个缺点，你放过多有点胀气，所以你放多的时候你就放生姜，就把生姜切3、4片放在了一块煮也不错。生姜本身也有抗过敏作用。生姜对。你说这个是止痒汤哦，是不是痒的时候才喝？其实这个有预防作用，你连续喝3、4天、4、5天，你的症状就缓解。是，如果没有湿疹的话，可以喝吗？没湿疹，我们就把它一个叫化湿解毒的，就是大家要排毒啊，化湿，这个也蛮好的。那有没有谁是不适合？这个药我配的时候叫老少皆宜，就说如果是6岁以下的，我们把10克都降到6克到5克，儿童也可以喝啊，没问题的。喝完这个止痒汤哦，我看到旁边还有一碗什么？盆那是什么啊？这就是用马齿苋煮的水。煮20分钟就好。20分钟保持40度。这个马齿苋在中医临床上作为外敷治疗急性湿疹，效果非常好。皮肤红肿有丘疹，或者有那个水泡有渗出的时候，就用这个直接湿敷。但它对那种干性皲裂的就效果不大好。听了我觉得我这里也很痒的感觉。有没有哪里急性很痒？有急性的，我真的觉得很痒。跟医师做这个也算，这个还算亚急性的，因为不是完全干燥，有点红。你看你经常又抓了，肯定。对。那医师可以现场示范啊，来，我们就给你做了啊。OK。就蘸一下，现在把水分挤了，就不让它一定要流水。它是立刻能够舒缓那个。舒缓，就止痒非常好效果。敷一下，这样给它20分钟自然阴干，1天做2次，效果非常好。钟医师，再来一遍。为什么突然间会起疹呢？对啊，讲到那个。医师，你讲到我们的主持人全身什么感受？阿姐讲一下。哇，很好，而且它味道也挺香的。那如果说一般人有这个湿疹的底子，那日常要怎么护理，其实也是有些方法的。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来，现在我们请陈医生为我们解释一下湿疹护理的要点，好吗？好的。我们先看说湿疹要多做的8大要点，跟避免做的4大要点。第一的话就是说要保湿。所以每天的话就记得就是要涂抹那个保湿霜，修剪你的指甲要短，因为有时候指甲长的话也比较容易挠伤皮肤。精神素质方面也很重要啦，要有充足的睡眠，不要整天迟睡，每天就是要喝足够的水，还有就是要管理自身的压力，就是要找些就是舒缓压力的管道，还有就是要找出可能诱发这个湿疹的原因，尽量避免。还有就是穿棉质的衣服，比较舒服。还有防晒也是很重要的一环，防晒的话要选择那种
广效性的 SPF 30或以上。 OK，最重要就是在15到20分钟前要抹茶。有些防晒霜也有一些就是说滋润性的，有什么不能做的嘞？那4点尽量避免的就是第一就是不要去抓伤皮肤，因为你抓痒的话就会恶性循环，对，就会越来越痒哦。还有就是尽量避免穿紧身的衣裤啊，还有就是用温水洗澡，太冷太热都可能会刺激皮肤。还有长时间在冷气房的话，就是要照顾保湿，太干燥了。对对对。所以这个湿疹护理的12点是非常重要啊，对观众朋友们不妨截图，那随时可以做参考，也可以提醒一下自己。没错，然后回头还会请医生来分享一些治疗的方式啊，还教大家怎么选这个润肤霜哈。我们稍后再见。好，那我想问一下医生，到底这个湿疹呢，治疗方式有哪一些呢？治疗方式可以分为就是外敷、内服的药物跟一些注射的药物。OK，外敷的药物又可分为类固醇跟非类固醇。类固醇比较有效，所以我们通常是用它来控制那个炎症。控制下来过后，我们通常就可能使用一些非类固醇的药物，英文简称 calcineurin inhibitors。这些药物能够抑制免疫细胞的增殖跟活化，希望把湿疹控制的比较稳定。口服的药物有一些是抗免疫系统的药，这些药物的话有一定的副作用，所以使用的时候要非常小心，有时候要定期的验血。还有就是注射的药物。这种是一种我们叫做生物剂或者一种人类的单株抗体药物。这个注射的药物通常是用在重度湿疹的病人身上，它是在皮下注射，大概是每2周注射一次。但是病情比较稳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拉长那个间隔期。这些注射的药，它能够抑制这个介白素的4跟介白素13的信息传递，而控制这个免疫系统的过度反应和减少这个炎症。那还有什么口服药是可以使用？口服的药当然也是要控制那个痒症啊。我们通常是用那个抗组胺的药物，英文简称 antihistamines，这些都挺有效的。就是有些人吃了可能会有点安眠的作用啊，所以通常就是你要上床之前才吃。但是也有些第2代的抗组胺药物是不会有这种安眠的作用，所以你可以早上手服用。那请问钟医师啊，中医方面呢是怎么治疗这个湿疹？中医我们是内服和外敷。还有一个就是慢性湿疹用针灸效果也不错。我们内服的是这样，就是我们一般在临床给它分3型，第1型就是湿热起润型，其实也就是西医的那个急性期，所以我们用清热解毒的办法。比如有那个金银花，刚才我们讲的马齿苋、黄柏、蛇床子、白花蛇草这些。还有一些凉血的，就是生地黄、白藓皮这些。那另外就是外敷，比如用马齿苋，也可以用金银花，也可以用蛇床子煮了水外敷，还有可以做成粉，直接撒在患处。当然也可以有我们很多膏剂，最有名的就叫3黄膏，对急性的渗出的特别好用。那像那皲裂的呢，就用那些紫草膏，用紫草提炼的那药膏涂在上面。还有一个我们在临床上看，有些用针灸居然有效果，就是慢性的那个皲裂的，可能是激活了它免疫系统那些，让它激素的平衡嘛，就也能起到很好的效果。今天2位中西医都在嘛，那意大利有一个很重要问题想问，就是是的，我很想知道湿疹可以断根吗？在中医的想法，其实中药如果长期吃一点，它能改善体质，就像我们开始讲的，它的禀赋不耐。禀赋不耐呢，我们结合西医呢，就是我们吃了一段中药以后，我们测它的免疫球蛋白，还有那个辅助细胞，我们观察它可以平衡。所以这样你把体质改善了，我们的中医想法就是把一个活火山，把它变成死火山。那什么是爆发？就是你有接触那些外的环境，或者感染，或者是等等，又给它激活。那我们需要这火山，死火山越来越长，到80岁都没有爆发，不就好了吗？
但是他的意思讲那么多就是不能呐，我只是帮你把火山给盖住而已。这可以临床控制了。 OK， 那西医呢？湿疹是不能够根治啊，但是如钟医师说的，这个可以控制得很好，因为我们现在有非常好的药物，再加上适当的保湿，所以你不需要被它困扰着，可以过着平常的生活跟学习。是。那说到保湿，我们应该怎样选择一些保湿霜。对，保湿霜啦、滋润霜啊？所以我们就来看看，就是有大概3大类啊。一种就是我们所谓的乳液，它好像是水状的。乳液的话，它就是吸收的比较快，也没有这么油性，就可能适合比较油性皮肤或者可能脸上长痘痘的青少年啊之类的啊，因为怕毛孔容易阻塞。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叫做霜，我们叫 cream 啊。最浓稠的就是 ointment， 就是膏状的，一般上来讲就比较浓稠啊，但是它油性最高，所以适合一些皮肤比较干燥的人使用啊。我通常是建议用霜状的，尤其在新加坡天气炎热，也比较容易涂抹。那我想知道说，在选择润肤霜有没有什么成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最好是避免？最好避免使用有些有香料、香味、酒精，一些添加剂，比如 paraben、lanolin 之类的字眼。有些人会对这些物质敏感啊。好的润肤剂要有保湿的成分，比如要有就是我们英文简称 ceramide， 还有就是 free fatty acid。有一些滋润霜也有一些就是能够保持那个微生物群体在皮肤上的平衡，比如我们叫 oligofractans， 都是很佳的选择。了解。医生啊，因为我每一次在查这些润肤霜，我都不知道要查多少，我只是拿了就查，感觉就有涂到就好了。他问的问题很好啊，通常一般上来讲，成年人大概要抹茶大概，这个是250克的这个分量，所以1周内要茶大概这个分量左右啊，周用为一罐。对，全身要全身从头到脚啊。但是小孩的话，一般上看那个孩子的年龄多大了，介于大概100克到150克左右。哇，你是是让我的体型这样子，可能我就2罐呢，半周就用完了。所以就是要大范围每天的抹茶，才能够使你的皮肤屏障保持健康，也能够减少就是湿疹的发作率啊。也就是说，如果去冷的地方，因为更干燥，这样我是不是相对要用更多呢？对的，哇，这样我其实用太少。因为我的皮肤有的那个鱼鳞，那个很干，所以我每次一定要擦很多。但是如果去冷的地方的话，我擦了那个润肤霜，我还有擦那个膏状的，所以你还是有这么美的皮肤。有发亮的。我就是在冷的天气，我发现我这边两侧很痒的，很痒，干啊。我擦了润肤霜，我还是觉得痒，太干燥，就可能不够。原来是不够。医生，我还有多一个问题，就是应该冲完凉后擦还是？一般上冲完凉后擦，因为身体湿漉漉的，也比较容易摩擦，也比较容易吸收，会吗？对。对，这个好。好。那我们现场呢，今天也来了一位妈妈，她跟她的儿子都有湿疹的问题。欢迎黄素玲，欢迎 ，Hello， 你好。想问一下，就是你本身是几岁就发现自己有湿疹的问题？10多岁吧，就是年轻的时候。什么情况发现？洗碗。洗碗呢，洗到开始手痒痒。对，就手起泡，然后红，然后有那些小痘痘，然后就裂。哎呦，痛呀！然后后来怎么办？不用洗碗啊，借口了。医生就讲这个是什么富贵手，对，富贵手哎。那你有什么方法能够照顾自己，避免自己发作？很重要，就是不可以抓，不可以抓，不要抓，忍，不要抓，忍，对，一定要忍。拍打它，或者是去戳它，就好像蚊子咬你，就按一个 X， 就是跟他讲 X 了，不要痒了。OK， 那你本身会放一些护肤霜？会，冲好凉一定要放，真的是像
Dr. 丹讲的那个，我们用很快的，我真的是买了很多护肤霜，就是一直 store up，是用太快了。那如果说严重的话，会吃一些药吗？很痒的时候就会吃刚才 Dr. 丹讲的 antihistamine，止痒药。对，止痒药，对。所以儿子又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他现在的情况又怎么样？其实他婴儿的时候就有，只是到他14岁的时候才变得很糟糕。 OK， 那现在呢？现在24岁，他自己会控制，就是因为像我一样年长了，你自己知道什么时候会发作，然后你也知道。一开始你就会做那些润肤的保湿的工作，对。如果它痒一点，我们就会吃那个 antihistamine。再更严重就要去找老师，不是找医生，找医生。哦，医生都变老师了。对。那我想问一下，儿子最严重的情况是多严重？全身从头顶，全身都会起疹。对，全身真的是全身，他会抓，然后会流血，真的很严重。看到他你也不知道怎么帮他了。那他有一直跟你说不舒服，然后还是有不开心，还是说有什么样的反应吗？他就是不会出门哦，就是每天在家里。对，他出门的话就是从头包到尾，他也不会去跟人家接触，就变成很内向，你会很心疼哦。找出原因说为什么他会这么严重吗？就去找医生呀，医生就做那个 blood test， 然后就给他吃药，后来就控制下来了。对，对吧？问一下医生哦，当初他有说找你去做 blood test 啊，为什么延期？因为他刚刚来的时候，他的那个皮炎非常的严重，所以我们抽血是要看说有没有些细菌感染啊，因为他是重度的就是湿疹，所以我们可能要考量用一些口服或者是注射器，就要做一些血液测试，所以他当时有做了什么治疗？3管齐下了，就是用外敷。还有就是说，一些口服抗组胺的药，因为它非常痒，一直在挠。还有就是我们使用这个注射器。一般下什么情况儿子会发病？他就是不能太冷，也不能太热。太冷除了会痒，他还会有咳嗽、过敏，是不是？对。刚才你是有提到说那时候你的孩子比较严重是在中学14岁嘛？对。那所以是小朋友青少年是最。怎么讲？多想法，最在意自己外表，会不会因为这样影响到他的自尊心，然后会变成比较少交朋友？会，他就减少出门，除非非常有必要，他要出门，他一定是全身包到完，就是他会穿长袖长裤，他不管多热，他就是要把全部的，因为他很多疤痕也是，就是很多红点，不敢给人家看到。对他不要给人家看，他还会戴帽子，就是这样包到全身的出门。那后来到朋友也很少，几岁的时候比较好一点？差不多2、3年前吧 ，COVID 的时候，差不多20岁的时候，对，然后找了陈医生之后，才有好转。对，所以之前跟朋友出去，男生喝酒什么，他也不行了啊，不行，就是其实他有试过，就是他跟他朋友出去，就是朋友的生日啦，就大家一起开心，他就叫他喝。然后我的儿子说他不可以喝酒，可是他的朋友就说不相信，以为他是故意的。对，然后他喝了3秒，每个朋友看到吓到，因为他立刻红，然后开始抓。哇，所以他朋友也不会再逼他喝。滴酒不沾就对。问一下医师因为刚才我们有听到说有些有湿疹的朋友，他会有些伴随着气喘、哮喘。对，中医的角度是有在临床上，我们就第一次讲的，他所谓的禀赋不耐。西医也会追查到他体内那个免疫球蛋白太高，或者那辅助蛋白 TH1、TH2都高。这样的小孩，他出生以后有湿疹，一定的，可能有风沫，有一部分人还有哮喘，所以我们叫过敏宝宝。这些小孩蛮惨的，就是从年轻时就不是鼻炎就湿疹就哮喘，一直到中年都跟着他。那今天不容易啊，难得来这边，那有中西医，有没有什么想问他们吗？我先问 Dr. 丹吧。我们吃 antihistamine 是想问，如果吃太多会不会变成 immune？ 一般这个抗组胺的药都能够长期的使用啊。抗药性是较少见的。因为我们要先控制那个痒症，才能够就是阻止那个发炎继续延伸。这个抗组胺药是相当就是说安全的。有些人吃的药可能会头痛、头晕等等，这些都是较少见的。那问一下中医师，比如说过敏的体质啊，可以通过中医的调理把它变成不是我们一般临床治疗是本身就有3型，就湿热型，脾虚生湿型，就是体内有湿型。还有那个叫血虚风燥型，所以当病人来了，我们看
大概分成这个3个型。如果是以湿热型的，尽可能就是从饮食或者是居住环境作为改善。就是有些人居住环境非常潮湿，可能阳光进不来的。我家里有一些那个书报长霉菌那些，你看看，如果家庭有这种事，就一定要做个大清洗，或者搬家。因为就是潮湿的地方就环境糟糕。要保持干净啊。另外呢，就是说，当我们中医知道你什么体质了，我们会长期给你用一些中药来调理体质，通过改善体质，再配合西药治疗吧。因为国米刚才我们讲的是内因和外因嘛，调理体质就是纠正内因。你纠正内因以后，你接触的那外面的致敏源能够控制住，就是把那个环境改善了，可以降低你这个湿疹的发病。即使说发病的话，它比较轻，不是说全身流水啊，好像盔甲一样一身，也包着衣服跑出去就不会这种窘迫的局面就会少了。就是现在我们是控制下来，想问中医师怎么调理？中医它有一套方法，就是通过那个四诊八纲，就是打脉、看舌苔、追问你的发病史，就把你归类是哪一种体质，我们就会用一些中药，也可以用食疗，可能在饮食上我们吃一些。比如说薏米啊、绿豆啊，就像刚才我讲的茯苓、土茯苓，那都是清热化湿的。中药和食物搭配治疗，改善你的体质了。你是过来人，没什么鼓励的话想对同样有湿疹的朋友说？我知道痒真的是很难，呀很难控制。可是你越抓它就越严重，坚持不要抓，然后一定要保湿。真的很严重，就可以看医生。对，找对的医生很重要。那其实今天我们聊这么多，就发现湿疹虽然是很难缠，但是如果有专业的治疗，加上患者如果自身也能够用心的护理之下，相信是一定会有转机的哈。是，谢谢淑玲的分享，谢谢，希望能够帮助到很多观众朋友哦。当然也不忘谢谢陈医生、仲医师，谢谢你们的讲解还有分享。谢谢，也谢谢阿贝，还有意大利郑丽帆，谢谢两位。是的，请继续跟我们一起医疗大小事，一起长知识。拜拜，下次见喽，拜拜，拜拜。